姐弟恋半年，我给小男友花了快50万，可他从不带我见同学，朋友圈也装单身，只因我大他8岁，他嫌我老。有一天，男友忘记挂语音，我听到他的校草舍友正在点评我，大8岁，狗都不谈。很好，我记下了这个冷淡的嗓音。后来，在一个寻常的傍晚，那位校草拦下我的车，求我帮他。我说，帮你可以，但你得先当狗。校草。此刻，稚嫩的校草并不知道，距离他被姐姐摧残已经不远了。我和魏庸打了10分钟视频，他就开始不耐烦。姐姐，我困了，今天先这样吧。不等我回答，他飞快切断视频，却忘记挂掉语音。我听到他跟人说话，快，5排，我约了个学妹。他舍友调侃，谈个恋爱这么累，你不如分手。魏庸答，姐姐吗？比较粘人，甩不掉。撒谎，分明是他不肯分，因为他舍不得我的钱啊。我倒了杯红酒，继续听。魏庸舍友还在笑他，你死活不肯带他出来玩，是不是富婆太老拿不出手？魏庸没有否认。进入游戏了，魏庸邀请了一个学妹，学妹很会撒娇，一个劲夸魏庸的限定皮肤帅。魏庸大手一挥，说要给他送一个，当然用的是我给他的零花钱。一局结束后，学妹美滋滋去睡觉，她一退出，男寝的话题再次回到我身上。有人突然出声，沈清科，你怎么看？看什么？怎么看魏庸的8岁姐弟恋啊？安静2秒，一个冷淡的声音响起，大8岁，狗都不谈。我有点声控，当初在那么多弟弟里选中魏庸，就是因为他声音不错，但此刻我走神了。沈清科，我记得这个人，魏庸的舍友，听说是个校草，话不多，但很招女生喜欢。魏庸提起他的时候，语气里总藏不住嫉妒。沈清科成绩好，长相出众，这样的人走到哪里都是焦点。站在他身旁，魏庸沦为陪衬，可偏偏沈清科家境贫寒，魏庸的自负不允许他成为穷人的陪衬。没有想到沈清科是这个音色，比魏庸的声音还合我口味，传起来应该更好听。我掐断语音，心里有了打算。小男友不听话，那就换。我喜欢跟弟弟谈恋爱，一来工作繁忙，图个情绪价值；二来弟弟年轻气盛，我能享受。包括魏庸在内，我谈过11个弟弟，可以建成一支足球队了。我从不吝啬给弟弟花钱，跟魏庸谈的这半年花了快50万，他一身名牌全是我买的。这50万对他来说很重要，可以让他在校园里横着走，也可以为他招来不少学妹的爱慕，但对我来说只是少买个包而已。我出钱，弟弟出力，这很公平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在我面前一向乖巧的魏庸，背地里这么嫌弃我们的年龄差。那正好，我也玩腻了。周末，魏庸生日，他在我的别墅里举办生日 party， 我晚上9点才赶到。party 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，很热闹。魏庸输了游戏，被罚做俯卧撑，但不是普通的俯卧撑。一个学妹躺在他身下，害羞的捂住脸。魏庸每一次落下，几乎快要亲到学妹，全场起哄，亲上去，亲上去。魏庸，你行不行啊？男人不能说不行。魏庸被激将到了，最后一下身体压得特别低，眼看就要亲到了。我打开别墅的门，刚好看到这一幕，所有人安静下来，好奇地望向我。魏庸愣住了，原本泛红的脸逐渐失去血色。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的房子，我不能来。你不是今晚加班吗？加班结束，来给你庆生啊。我踢掉红底高跟鞋，自如地走了进去。有人小声问，魏哥，这房子不是你的吗？对呀，你说这房子是你父母给你的。魏庸抿了抿唇，心虚道，她是我姐姐。我笑了一下，没有反驳。大学生嘛，通常没什么坏心眼。魏庸说完后，他们就热情地给我让位置。我靠，魏庸，你姐姐居然这么漂亮，以前怎么没见你提起？魏庸，你姐基因比你好，长得跟明星似的。姐姐，这边有空座，你喝什么果汁？我给你倒。谢谢。我入座后看了眼沈清科，他跟魏庸不和。魏庸今天请他来，纯粹是为了炫耀。他被挤在角落里，不跟人互动，也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我加入游戏，并很快被国王点名。国王要求我在现场的异性里选一个进行安全 kiss。所谓安全 kiss， 就是隔着一张扑克牌亲吻10秒钟。魏庸看向我，神色纠结。他既不想承认我们的关系，又不愿见我和其他男生 kiss。他百般犹豫，要不要主动站起来时，我的目光直接掠过他，指向一旁的沈清科。就你吧。魏庸噌地站了起来。不行。怎么不行？你不能选他。我和你完成这个惩罚。别开玩笑了，我们是姐弟，怎么能做这么恶心的事？就是啊，你这弟弟让一边去。魏庸，难不成你是姐控？大家纷纷附和，表示接受不了。我揣着冷笑，假装无奈。真不行，弟弟，爸妈会打死我们的。魏庸的脸精彩纷呈，这个谎是他撒下的，现在想要解释也已经晚了。沈清科全程不置一词，直到他被人推到我面前。少年撩起眼皮，嗓音慵懒，你不是魏庸的姐姐。他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说，你是他女朋友，你知道呀。我笑眯眯地和他对视，所以你兴奋了吗？沈清科轻嗤一声，我对别人的女朋友没兴趣。没关系，我对你有兴趣就行。沈清科微愕，我已经夹起扑克牌贴在他唇边，趁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我轻轻吻了上去。魏庸，以后沈清科就是你姐夫了。游戏结束后，大家如此起哄。魏庸攥紧了拳头，他目光阴沉，在我和沈清科身上来回打量。随后报复似的，他接连替学妹挡酒，甚至故意表现的和学妹很暧昧。他以为这样就能让我低头，太天真了。
魏庸还不知道，这段关系里他根本没有话语权。生日派对一结束，我直接跟魏庸提了分手。魏庸恼羞成怒：宋思义，你今晚故意的？你明知道我最讨厌沈清科，你能和学妹做游戏，我也能和你舍友做游戏，很公平。学妹有点社恐，今天现场没有她认识的人，我照顾一下她是应该的。别侮辱社恐了，社恐才不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躺在男生身下。宋思义，别拿你那个肮脏的思想去想我学妹。我看着魏庸，实在难以跟最初温柔听话的他联系上。他不是突然烂掉的，他只是一开始藏得好。我说，那你可以继续照顾他了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们分手。魏庸愣了一下，却又很快笑出来。你拿分手跟我赌气？你知道的，我不吃这套。你吃不吃都不关我的事。保安！话音一落，几个保安冲进来，直接把魏庸拖出去。你未经同意在我房里办 party， 还搞得一团乱，这个事我暂时不跟你计较。再有下次，我会直接报警。魏庸，开什么玩笑？你知道报警会有什么后果吗？我打断魏庸的话，会通报到你们学校。你导员想帮你压也没用，我会尽我所能让你的通报出现在学校每个角落，甚至是媒体上。不信的话，我们试试。别！魏庸终于明白我没在开玩笑，他恨恨地盯着我，眼中满是不甘。分就分，我早就想分了，谁他妈想谈老女人？宋思义，你看看你，天天打扮得那么成熟，一点青春活力都没有，不就是有几个破钱？我跟学妹在一起的时候才感觉开心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把我买的衣服都脱掉。保安二话没说，开始扒魏庸的衣服，到最后只给他留了条底裤。我无视了魏庸的谩骂，说：你今晚开了我的酒，合计60万，账单随后会送你学校去，希望你早日还款，不然我们法庭见。宋思义，你特吗？我举起手机，做事要拨给派出所。他害怕地闭上嘴，滚吧，丧眼玩意儿！骂完这句，我转身回屋了。初春的夜晚不太暖和，像他这种视金钱为粪土的男生，肯定能光脚走回学校的吧？魏庸很快跟学妹在一起了，听说他还要帮学妹申请社会资助。所谓社会资助，就是企业家来校做慈善，选一个贫困生资助到毕业，这种事不常有，名额只有1位。最后一轮筛选是面试，魏庸陪学妹一起等在教室里，他信誓旦旦地说：我跟学生会的干部很熟，这次你10拿9稳。学妹压低声音：可是我们伪造了家庭背景，这不好吧？放心，没人查。他亲昵地搂着学妹，关系都给你打通了，你还信不过我吗？说话间，其余的候选者陆续答道，其中就有沈清科。他找了个角落独自坐着，瘦削的背脊显得很单薄。学妹瞧了眼他，我听说沈学长家里是真的很困难。困难有什么用？他没人脉，不找人办事，名额就不会是他的。魏庸得意地说，但他并不知道，所有人的一言一行都被微型摄像头转播到了隔壁办公室。从进入这间教室开始，资助考核就开启了。魏庸还在大放厥词，你的履历和背景我都精心打磨过，保证滴水不漏。那些有钱人忙得要死，不会细看的，一会儿资助人来了，你只管哭，越可怜越好。办公室里，校领导满头都是汗。宋女士，我不知道这2个学生是这样的，我现在就去赶他们走。不用了，我漫不经心地道，面试可以结束了。好的，这边请。教室内，魏庸还在指教学妹。校领导推开门，资助人来了。他俩立刻眼睛冒光，看向门口。我迎着他们的目光走了进来。这位是宋氏集团的股东之一，宋思义女士。魏庸瞪大了双眼。我先前跟他说我自己做点生意，有点小钱，并没有告诉他我跟宋氏集团的关联，他自然也没有去网上查过。学妹悄悄说，学长，原来你说的关系就是你姐姐。魏庸冷汗都下来了。按照他的指示，学妹开始挤眼泪。我看着她干巴巴的演技，莫名好笑。你哭什么？宋姐姐，我家里困难。别演了，面试已经结束了。啊！学妹呆住，结束了。我叫人在黑板上投影，把拍下的一幕幕都放了出来，包括魏庸说的话。从你们进教室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在面试了。校领导气得直拍桌子。有些学生捏造背景，企图骗取资助的行为，校方将追究责任，绝不姑息。学妹懵了，下一秒她哭了出来，这回是真哭，不是演的。我宣布了这次的资助名单，是一个文学院的女孩子，大家都有些意外，她的成绩不算最好，沈清科似乎比她更合适。但我核查了这些学生的背景，如果没有我的资助，这女孩下学期就得退学回家，嫁给一个老男人，为弟弟挣彩礼钱。她没日没夜的打工学习，就是为了摆脱那个吸血的家庭。我看到了她的决心，所以我愿意帮她改写命运。我和女孩签订了资助协议，又听校方道歉了半小时。全部忙完后，已经傍晚了。我正要走，沈清科突然拦下我的车。名额不再考虑一下吗？我很需要这个机会，恳求你再考虑一下。沈清科似乎不擅长求人，手指骨节都因为紧张而泛白了。我摇头，协议已经签好，不能更改。我现在真的很缺钱。我知道你妈妈重病，我对每个人都做了背调。沈清科的背景也挺令人唏嘘的，他单亲，母亲将他拉扯大，一天好日子没过上就生了病，现在连治病的钱都没有。沈清科说，我把学费和奖学金都搭进医药费里了，如果没有资助，我下学期也只能退学。我表示遗憾，可是像你这样的学生，没有上千也有成百。这些年我一直在默默做公益，我资助的贫困生比他想象的要多，长辈重病拿不出学费医药费的屡见不鲜。沈清科垂着眼睛，掩饰目光里的窘迫。
魏庸生日派对那天，你说对我有兴趣，我说过吗？我故作惊讶，忘了。他死死地咬着唇，仿佛还在跟自尊做斗争。你要是没别的事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沈清科突然扒住车窗，像是下定了决心那般。你收了我，魏庸能做的我都能做，就等这句话了。我弯唇一笑，那我得先试试看。沈清科去了我家，为了缓解他的紧张局促，我给他开了瓶酒，酒精下肚，胆子大了不少。他伸手解我的衣扣，动作毫无章法，还有些急躁。我说，不是这样解的。沈清科，你没谈过恋爱？没。他有些窘迫，我第一次。怪不得手那么笨。他受了刺激，突然用上牙齿，泄愤似的咬开最后的扣子，冰凉的唇瓣蹭在我的后背上，激起一片灼热。沈清科颤了一下，他的腿紧贴着我的皮肤，好烫。我说，考虑到他没有经验，我颇有耐心地道，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。可话没说完，就被沈清科用亲吻堵在了喉咙里。亲吻也没什么章法，几乎是横冲直撞，但他的呼吸愈发急促。听说男生在有些事情上无师自通，自有天赋。沈清科就是这种，在最初的青涩后，他很快掌握节奏，熟络起来。少年竞兽的腰身像是山峦，飞快耸动，甚至堪称凶猛。他捞起我，便换到了桌上。这是我在家办公时的书桌。沈清科拿起钢笔，轻划过我的尾椎骨，金属冰凉，一触上皮肤，我差点叫出来。姐姐，你和魏庸在这儿做过吗？我摇了摇头。他厌足地笑了，低沉的喘息在我耳边成了最好的催化剂。沈清科的声音我真的听不腻。清晨，沈清科终于放过我，待我补觉起来，他还在旁边。我问，你怎么不回学校？你还没给我答复。什么答复？酒意过了，他又恢复成清冷自持的样子，只是半垂的眸子里藏着他的羞怯。我合格了吗？合格了。我跳下床，腿有点软。谈过10几个弟弟，沈清科是难得能让我腿软的。你母亲的医药费、你的学费、生活费，一切费用我都包了。下午我会安排你母亲转去一所私立医院，住 VIP 病房。谢谢。不用谢，多劳多得。沈清科开始思考多劳多得的意思。他一边说着明白了，一边脱掉上衣，再次把我按在床上，并埋头向下。年轻真好。我和沈清科相处了一段时间，意外的聊得来，我们像一对相见恨晚的朋友。沈清科对我也从防备变得信赖。他在宿舍经常失眠，反而在我身旁能睡个安稳的好觉。魏庸和学妹造假背景的事在全校里传开了。面试那天，教室里很多人，他们想不火都难。听说两人闹掰了，学妹埋怨魏庸出馊主意，如果不是魏庸撺掇，她原本不打算这么做。而魏庸成了众矢之的，被全校人排挤孤立。两人都被记过，将随着档案携带一生。魏庸还欠我酒钱，不得不变卖我给他买过的东西。沈清科告诉我这些的时候，我正在给他上药。魏庸无能狂怒，把一切都怪罪到沈清科头上，还把他打伤了。我边抹药边心疼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我要报警抓他。报警？不用了吧？我没受很重的伤，跟伤的重不重没关系。我单纯咽不下这口气。沈清科看着我，没说话。我戳他的脸，你发什么了？你在生气吗？为我生气？废话，你傻了？沈清科不是傻了，他只是有些恍惚。他家境不好，又是单亲，以前没少被欺负，校园霸凌也是家常便饭，所以他早就习惯了。这是第一次有人为他生气，这种感觉很奇妙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心房里展开，酸涩绵长。沈清科突然把我抱到他腿上，等一下，还没擦完呢。我说，他不听，胡乱地亲着我，手放在我的腿上也不老实，一路探进群中。沈清科，你怎么了？他今天格外主动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他茫然地说，好像只有亲你才能平复我的心情。药瓶掉落在地，他终究是把这个吻变成了更深入的动作。1周后，我陪沈清科去参加一个比赛。他很喜欢公路车运动，但由于家庭的拖累，他只能当个观众。这是头一回他以业余车手的身份参加比赛，虽然他连一辆像样的比赛用车都没有。参赛名额是我托人塞进去的，车子也是我送他的。这是一场水友赛，沈清科第一次参与，成绩意外的还不错。他拿着优秀参与奖跑到我面前，你看，我正在和主办方说话，主办方里有我几位朋友。宋思义，你跟这位选手什么关系啊？朋友们好奇地看着我们，是你男朋友吗？男朋友很帅呀。猜测中突然有人嗤笑一声，怎么可能？看他衣服都不大合身的样子，宋思义能看上他？这个说话带刺的人我认识，我曾和这个男人相过亲，最后他被我婉拒了。听说对方很要面子，一直记恨到现在。沈清科的比赛服是找同学借的，的确不大合身。沈清科看了看对方笔挺的西装，下意识想要遮住自己的衣摆。我先去旁边，他怕给我丢脸，转身要走，却被我一把拽住。对呀，他就是我男朋友。我把沈清科拽到朋友面前，语气骄傲，几个朋友都镇住了，尤其是那个小肚鸡肠的男人，不可置信。他哪里好？哪里都好，我就是喜欢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我跟朋友们告辞，拉着沈清科先走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沈清科才回过神来。姐姐，你刚才为什么那样说？说什么？你说我是你的男朋友，难道不是吗？沈清科怔了一瞬，我以为我只是个不上台面的金丝雀。禁止自卑，沈清科，你成绩很好，外貌也出众，不当男朋友可惜了。
而且我什么时候说你只是金丝雀了？他有些动容。真的吗？真的呀，你是我谈过的第12个弟弟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。12个？哎呀，不小心说出来了，我赶紧找补。过几天我请好朋友来家里吃饭，到时候把你正式介绍给大家。对我来说，是男友还是金丝雀都没啥区别，但沈清科内心渴望被尊重，那我就给予他尊重。到家后，我下单的男装也送上门了。我跟沈清科说，诺，去换一下试试，下次没衣服穿一定要告诉我，我找人借一下就行。沈清科看了眼吊牌，这也太贵了。我乐了，以前谈的弟弟都吵着要买新衣服，越贵越好，只有沈清科送他还嫌贵。我指尖轻抚上他的腹肌，觉得贵，那就想办法还给我。沈清科低下头，虔诚地吻我的指尖。我刚比赛完，去洗个澡。去吧。他却没有放开我的手，眼睛黑润润湿漉漉地看着我。一起洗。不等我回答，沈清科直接将我抱起来，转身进了浴室。这是我洗过最漫长的一个澡，浑身上下边边角角全部都被沈清科照顾到了。我发现他学坏了，他不再像最初那样因为羞怯只懂得埋头用力，现在的他不仅会试探，还会观察我的反应。姐姐喜欢这里吗？还是这里？他一出声，酥麻的电流就窜过我的大脑。明明已经很熟悉彼此了，他却装作不懂，故意问我。只要我点头，他就会让我感受到他的横冲直撞。姐姐，12个人里面，我是最让你喜欢的那个吗？是，最喜欢你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沈清科，我真的没力气了。我无力地靠在浴缸里，感觉自己要融化了。沈清科却说，你扶着我，不用你出力，还要继续？不够。他吮吸我的耳垂，说，姐姐，其实在白天我就想到这一幕了。我愣了下，什么时候？我骑到终点，发现你在等我的时候。沈清科声音很低，很温柔。我没有取得名次，你却发自内心的替我开心。那一刻，我看着你，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，我想把你揉进身体里，想给你我的一切。说罢，他像是有些害羞似的，低头深吻我。我的呜咽，我的欢愉，都被少年吞入腹中。沈清科也不知道自己那番话究竟什么意思，不算是表白，却又胜似表白。在最开始，他只把宋思义当成一个老板，他没想过谈姐弟恋，原本以为这会是件很困难的事。可当第一次和他一起过夜时，他惊讶地察觉内心和身体的变化。他不需要刻意调动，欲望之海便已波涛汹涌。那些欲罢不能的样子并不是装的，他喜欢他脸颊微红，在他怀中逐渐失了神，也喜欢看他平时沉着冷静、游刃有余的模样。沈清科以为这只是生理冲动的后遗症，亦或者他其实就是喜欢姐姐这款，只不过遇见宋思义才被挖掘了。但是事情逐渐脱轨，他们太聊得来了。宋思义像是他错过许多年的精神伴侣，身体也极其合拍。见不到的时候，他开始想他锐利冷艳的眉眼，想到他裙子下的黑色丝袜和高跟鞋。沈清科总得去冲个冷水澡，这很不对劲。有时候待在宋思义身旁，什么都不做，仅仅闻到他身上的淡香水味，沈清科就会觉得世界如此美好。直到今天，他得知自己只是第12个，占有欲和促进瞬间爆发。我是最好的那个吗？他会最喜欢我吗？这些问题在他脑中盘桓不去，最终变成肩膀上的牙印，耳畔旁的呢喃。他听到宋思义说，是最喜欢你。那一刻，心脏饱满的胀开，浑身像触电，哪怕当即死去，好像也值得。宋思义给他买过很多礼物，沈清科突然也想送他一个，当做定情信物。他认真计算起来，才大8岁，刚刚好。他会努力的，他别嫌弃自己幼稚就好。沈清科变得很忙碌，他重新捡起了兼职和打工。他说不想一直花我的钱，他要挣钱给我买东西，这实在是很新奇，我没见过这样的弟弟。我问了闺蜜月月，她倒吸一口气，宋思义这个弟弟要缠上你了。什么？很显然，他不想只当你的金丝雀，是这样吗？我还以为他腻了，准备还钱跑路。我真服了你。月月无语地说，他真想跑路，就不会给你买东西。目前只有一种可能，他想在你身边彻底转正。你好懂啊。哎，实不相瞒，我家那个就是。说话间，月月的男朋友端着饮品过来了，一个188的大帅哥。曾经他也是月月身边的小奶狗之一，现在已经是未婚夫了。月月跟男友说，快告诉思义，你彻底喜欢上我的时候做了些什么。她男友掰着指头数，学习、工作、挣钱，我想要配得上月月，就得拥有足够的实力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月月咬着吸管，语重心长。依我看，你家小沈目前刚进入这个阶段。我笑了笑，并不太信，毕竟沈清科亲口说过，大8岁狗都不谈。我原本打算和月月吃个饭再走，他中途看了眼手机，突然叫住我，思义，你家小沈是不是叫沈清科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快看这个。他一脸严肃，把手机推我面前。这是一场直播，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顶楼，泪流满面。他手里拿着一张照片，各位网友看好了，这就是我那个不孝儿沈清科。我今天如果死了，都是被他所逼。直播间观众数量一直在飙升，我看了眼弹幕，大概了解了事情经过。这位老人家自称是沈清科的亲生父亲，他说沈清科为人冷漠，对亲人不闻不问。沈清科哥哥重病，老父亲走投无路，找他帮忙，他却避而不见。无奈之下，老人家走上天台，以死相逼。沈清科的名字很快冲上了短视频平台的热搜榜，很多网友义愤填膺，最看不惯这种不孝子，活着都是浪费空气。
查到了 ，A 大金融系的，已经学校官方了，等一个处理结果。心疼老人家，这是被逼到绝路了呀。也有人比较冷静，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站队，这年头反转的还少吗？悄悄说，这老头直播好久了，一直在数落儿子的不是，但一步都没往前走。但是他们很快就被人群起而喷之，你们有没有点良心？老人家都快活不下去了，还能怎么反转？666，你肯定也是沈清科那种人。舆论如受潮，凶猛残酷。饭不吃了，我准备立刻回家。月月，临走前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明白。我和月月之间有种默契，不用我说，他就知道。这种自杀直播不符合平台规范，我找人，看能不能先关掉直播间。多谢。15分钟后，我到家。沈清科今天没有课，家里窗帘都拉着，有种颓废之气。他坐在地毯上，听见我回来，也没有反应。我不废话，开门见山地问：李立明是你爸爸吗？是。答案有些意外。你跟我说过，你只有妈妈，没有爸爸。我撒谎了，对不起。我盘腿坐在他旁边，跟我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你不生气吗？他有些意外。先听你的解释，再决定要不要生气。我冲他笑笑，我们姐姐都比较理智，不会乱发脾气。沈清科抿了抿唇，开口：那个男人是我和妈妈的噩梦，我是非婚生子。挺常见的，私生子吗？不，有点不一样。深吸一口气，沈清科缓缓道：我妈妈是被强奸的。我瞬间瞪大了眼睛，既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又不敢把那个词重复出来。她18岁的时候被一个快40的男人强奸，怀孕，因为穷没上过大学，她也不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，就这样浑浑噩噩地生下我。沈清科语气很平静，仿佛这件事压在他心底，凌迟了他20年。李立明从来没有管过我们，从来没有。他甚至威胁我们，如果敢破坏他的家庭，他就和我们同归于尽。他是个很极端的人，能犯下强奸这种罪行的男人，怎么可能有理智？我妈妈怕他会真的对我下手，只好带着我离开那个城市，到别处生活。那他现在突然来找你，为了什么？换肾。他儿子尿毒症，他要我去做个配型，配上的话给他儿子一个肾。我不答应，就有了今天的事。我听得浑身发凉，这还是人吗？这是肮脏卑劣的吸血虫，连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。我努力思考对策。从今天的直播来看，他背后有推手，噱头很足，堪称专业。我也感觉到了。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不知道。我想过澄清，但那样就意味着必须公开我妈妈的遭遇。对长辈来说，这是个难关。沈清科很爱他妈妈，一定不想这么做。姐姐，我们分开吧。他颓废地说，我和你在一起已经不是秘密了。李立明迟早会找到你，我不想拖累你，一点都不想。我没答应沈清科的提议。我养的小狗狗在外面被人欺负了，我要做的是帮他还击回去，而不是抛弃他。月月已经找到人，暂时封了李立明的直播间，他改成发图文视频，文字极具煽动性，说没有推手，我是绝对不信的。有推手就好办了。不出3天，推手公司就水落石出。在宋氏的强压之下，这家公司当即决定不再与李立明合作。失去推手后，李立明自己发东西，被网友发现多处矛盾和前言不搭后语。还没完，在我的鼓励下，沈清科还是发布了澄清，只不过暂时省略了他妈妈的那段遭遇。舆论逐渐有了些反转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报了警。多亏了李立明的过度炒作，加快了警察的调查速度。不到1周，警察发布蓝底白字的公告，沈清科所言皆真。他和李立明只是生物学上的父子。20年来，李立明没给他打过一个电话，没给他1分钱抚养费。这次作秀直播就是为了逼沈清科换肾。除此以外，李立明涉嫌操控舆论、造谣、欺诈以及强奸罪，他将面临进一步调查。全网哗然。当初为李立明说话的孝子们惨遭打脸，整件事从发生到结束不过1周多的时间，并不长。可只有沈清科自己知道有多么煎熬。同学的质疑，网友的谩骂，还要在病重的母亲面前强颜欢笑，处处提防，生怕他看到新闻。这1周时间几乎磨掉他一层皮。警方通报出来的那个傍晚，沈清科终于卸下了包袱。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，这件事情还没有彻底结束。李立明暂时被警方拘留，他的宝贝儿子换肾无望了。周五晚上，沈清科在饭店打工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那个女人点了一盆汤，在沈清科端汤上来时，他问：你是沈清科？沈清科下意识地回答：是我。女人突然发疯，把1盆热汤全都泼到沈清科身上。我进店的时候刚好目睹了这一幕，沈清科脖子和手被露在外面，瞬间被烫成了红色。这还不够，那女人冲到隔壁桌，抄起人家桌上的饭菜，全都砸到沈清科头上。你凭什么不给我儿子换肾？现在连我老公你都要弄进去，你这个狗杂种，你欠我们家的，肯定是你妈妈勾引我老公，不然我老公能看上他。污言秽语不堪入耳。我冲过去，拿起包直接往他后脑勺招呼。疯女人被我打懵了，你谁呀？我是沈清科女朋友。哟，这种人还能找到女朋友呢？话没说完，我又给了他几个大逼兜。他被我打得无力还手，捂着头就要跑，但我怎么可能让他跑？进门的时候，我就以最快速度通知了派出所。女人刚跑到门外，帽子叔叔就到了。寻衅滋事，故意伤人，他也得拘留。搞定了女人那边，我转头去看沈清科。坏了，我的小狗好像又自闭了。沈清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身上还挂着青菜和蛋花，热汤一滴滴从发梢上流下，脏死了，皮肤也被烫得生疼。围观群众很多，包括同事，可大家都远远地看着，没人上前。这几天兼职，沈清科感觉到了，
即便警察已经还了他清白，大家却还是不愿与他接触。人就是如此复杂的生物，网上尽情嘴嗨，线下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他听到了窃窃私语，哎，要不还是把他辞退吧。就是啊，留他在这儿，搞不好以后都是这种麻烦。反正我是不太相信警察的公告能把一个父亲逼到那个份上，他能一点错没有？嘘，小声点，别让他听见了。沈清科感觉愤怒，也很难堪。他像是一座孤岛，被所有人孤立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穿过那些非议，握紧了他的手。痛不痛？我仰头看他，目光满是心疼。我先带沈清科去了趟医院，所幸烫伤没有大碍，不会留疤，又陪他去派出所做笔录。警察让他考虑一下是否和解。沈清科转头看向我，我很纠结，错的不是他，是李立明，可他侮辱了我妈妈。不，他是帮凶。我解释道，李立明毁了别人的人生，他却把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，这就是帮凶行为。沈清科最终决定不和解。从派出所出来时已经是晚上了，月明星稀。我问他，这份兼职打算怎么办？辞了。正好我拿到了证券公司的实习 offer， 原本就准备下周辞掉兼职。那是一家证券大所，毕业生挤破了头也未必进得去。沈清科成绩突出，才能在暑假获得3个月的实习资格。他一步步走到今天，很不容易。我由衷地说，恭喜你，以后天天要穿西装打领带喽。对了，沈清科忽然从口袋掏出一条项链，我熟悉这个牌子，价格昂贵，我攒的兼职工资给你买的礼物。巧了，我最近刚种草这条，正准备明天去买呢。我当即拽下脖子上原本的项链。沈清科用烫红的手替我戴上新项链，他眼睛明亮，像蓄着一汪纯净的泉。你喜欢吗？很喜欢。我牵起他手说，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夜里，沈清科被噩梦惊醒，我起身给他倒了杯水。对不起，吵醒你了。不碍事，明天不上班。做什么噩梦啦？跟我说说。沈清科欲言又止。没什么，你不说我也猜得到。他笑了。怎么可能？你梦见小时候你妈妈不要你了，对不对？沈清科愕然地看着我。我说了，我猜得到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了解你。沈清科，你总是觉得自己不该来到这世界上，你把自己当成母亲痛苦的源泉。你最害怕的事就是连母亲都不要你了。你从小到大努力的学习，当个乖孩子，就是为了让他开心，对吗？沈清科呼吸急促，是情绪激动的表现。全对。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发。你的担心是多余的，她是个了不起的女性，她很温柔的把你抚养长大了，把你培养的这么优秀。黑暗中，沈清科没有说话，他把脸枕在我大腿上，任凭我用手指梳理他柔顺的短发。姐姐，我总是有个疯狂的念头。什么？放掉自己身上一半的血，我会变得更干净吗？你原本就干干净净。他呼吸一凝，把脸埋得更深了。过了会儿，我感觉到腿上的如湿，是沈清科的眼泪。我的小狗埋下头，悄悄哭泣。宋思义，谢谢你懂我。月月曾说，当年夏弟弟突然不叫你姐姐了，就是他疯狂爱你的信号。自从开始实习后，沈清科很少叫我姐姐，只偶尔在床上故意调情的时候才会叫1-2声。我们的生活恢复平静，李立明那些人没再来打扰。但是有一天，我从公司出来的时候，意外撞见魏庸，他在和沈清科说话。沈清科今天来接我下班，他穿着西装，双腿又长又直，在人群里格外出众。他俩都没看到我，我绕到门后，恰好听到他们的对话。魏庸说，宋思义不过把你当条狗，你真当他喜欢你？沈清科不为所动，即便是狗，也有受宠和不受宠之分。兄弟，你看看我如今的下场就知道了，跟他这种花心的老女人谈恋爱，没有好下场。沈清科冷笑，28就老女人了，你是活不到28，还是你准备30岁就死？魏庸被他一噎，操，宋思义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这么着迷？你不也一样？我跟你不一样，那你来找他做什么？我找他复合，对吧？沈清科一眼看穿，你瞒不过我的。魏庸心虚不已，嘴巴上却否认，我才不是，我不稀罕。沈清科打断他，我和宋思义在一起后就一直困惑一件事，你魏庸是怎么忍心跟他分手的？他那么好，善解人意，冷静聪明，你上哪还能找到跟他差不多的女朋友？不过幸亏你眼瞎，才给了我乘虚而入的机会。被他一激，魏庸怒了，你他妈才眼瞎，他不就是有几个臭钱？我最看不惯他那个傲慢样，你有钱的话，你比他还傲慢。还有他工作不顺的时候喜欢发脾气，这不叫缺点，发脾气也很可爱，有压力的时候就该释放。他有时候欲求不满，跟疯子似的。魏庸意识到不该说这话，止了声。沈清科突然嗤笑，恰恰相反，我觉得他太容易累了，我心疼他不敢太折腾。魏庸，自己不行，别怪女人。魏庸已经要气疯了，大声质问沈清科，你说过大8岁狗都不谈。沈清科面无表情地说，时光飞快，一转眼沈清科大4毕业，我和他在一起也2年了。他从大3下开始创业，积累了能力和财富，但跟宋氏比远远不够。在他妈妈彻底痊愈的那一天，我摆出了当初的关系协议，到母亲出院为止，双方有权结束这段关系。沈清科懵了，什么意思？结束？这是你当年提出的。我那时候不懂事，你已经有钱了，阿姨也出院了。沈清科身体晃了晃，差点站不住。他抓住我的手腕，语气颤抖。什么意思？我问你，宋思义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不要我啦？沈清科，我一字一顿跟他说，我要去相亲了，我30了，要坐稳宋氏股东的位置，我需要一个助力。而沈清科暂时还没办法帮我。上个月爸爸提出相亲这件事，我上面有哥哥，下面有弟弟，每一个都比我更适合继承家业，也更适合当第1大股东。
可是我偏要争取，我想成为继承人，野心和沈清科现在不能兼得。我思考了1个月，最终选择了我的野心。沈清科几近崩溃，我可以帮你的，你再等一等我，等我做完这个项目，公司就能更加壮大，到时候我肯定帮得上你，来不及了。其实我也很舍不得沈清科，他是和我恋爱时间最长的弟弟，长到我早已把他当成真正的男朋友。只是爱情对我来说，终归没有事业重要。求求你，再给我点时间。我抱歉地说，对不起，我要向前走，不能停留在原地。沈清科疯了似的扑过来，扯掉我的衣服、裙子，他比以前的任何一次都凶，放肆的在我身上留下印记，像是要把我生吞。我理解他的痛苦，狂风暴雨我都接受。我们彻夜不眠，在第2天日出时，我悄悄离开。相亲即是博弈，是资源的置换。和相亲对象的每一顿饭，推杯换盏，只聊利益，不谈风月。合作达成，我闪婚了。请不要意外，既然选择了野心，那这一切我都必须承受。婚礼那天，有人说沈清科来过，我没有看到他，又似乎看到了他的背影。在分开的这半年里，他飞快地成长着，他像是可怕的根系，疯狂吸收营养，不停壮大自己和公司。他成长的速度比所有人预期的都要快。婚后半年，我如愿成为宋氏最大的股东，和丈夫依然没有太多话能讲，但我知道他在算计我。我们的婚姻原本就充斥利益，他会算计我也不奇怪。如果他收敛一点，我会装作不知道。可他太贪心了，他居然想要分走我手里的羹。他难道不知，如果不是为了这杯羹，我根本不会和他结婚？他连沈清科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，怎么又想到沈清科了呢？我有些疲惫地望着窗外，尔虞我诈算计到最后就快要落幕。今天不是我活，就是我的丈夫死罪，总要赢一个。股东大会上氛围格外僵硬，谁也不肯让步。丈夫设了周密的计谋，几乎要把我逼上死路。就在他要胜利的那一刻，突然有人推门而入，沈清科站在门口缓缓宣布：齐先生，准备危机公关吧。丈夫愣住了，紧接着他和他下属的电话像炸了似的不停地响。他家族公司最新上线的产品涉嫌偷盗创意，欺骗消费者，已经被推上风口浪尖。他怒目瞪着沈清科，是你搞的鬼？你是宋思义前男友？沈清科不置可否的一笑。风掀起窗帘，他大步向我走过来。这一幕让我想起当年他参加比赛时，也是这样意气风发地奔向终点和我。姐姐，可以和他离婚了吗？沈清科半跪在我腿边，目光赤诚。齐总深陷公关危机，焦头烂额。离婚那天，他指着我的鼻子骂：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，你才知道。我惊讶地说：不该这么笨呀。在外面包小3小4包的脑子傻了，他想动手，我直接甩出一沓照片，都是他在外跟女人私会的影像。如果不想让这些照片曝光，就老实点，乖乖离婚。他不再轻举妄动。这时候爆出丑闻，他们家族公司就彻底没救了。我顺利拿到离婚证，齐总为了买走照片，还付了我一大笔封口费。闪婚又闪离，有人说我是圈内的笑话，但我不在乎，沈清科也不在乎。什么年代了，还拿婚姻枷锁嘲笑女性？沈清科邀功似的问我，我这次配合打得不错吧？很棒，不愧是跟过我2年的人。我亲了亲他，沈清科一直都是最棒的，多亏了你的教导。以前沈清科跟在我身边，学了不少东西。他聪明，商战打得漂亮，不留痕迹。沈清科抱着我坐到他身上，痴迷似的吻遍全身。客厅被我们弄乱了，他就抱着我走进卧室，每走一步我都心惊肉跳，切身体会到他的灼热滚烫。他是第13个吗？谁？理智回笼一些，我意识到他问的是前夫。小狗又吃醋了。没有，他不是，我嫌他脏，不让他碰。你就是最后一个。沈清科的阴霾一扫而空。想没想我？想，我也很想你。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，憋了1年，姐姐疼疼我。他牵着我的手从腹肌向下，姐姐想你的时候我就这样。我们沉沦在黑夜里，温习彼此的身体，长久的欲望得到释放。沈清科的眼睛反而更红，像是没吃饱的恶鬼。姐姐，我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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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宋思义。他持续低喃。我说我也爱你。后来我告诉沈清科，闪婚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离婚的准备。我原本的计划就是成为第一股东后就离，然后找他复合。沈清科有些意外，所以我一直在你的计划里。是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如果提前告诉你，你可能就懈怠了，没办法成长的那么快，也打不出这次配合。哎呀，我难过了1年啊，谁叫你以前那么嫌弃我？我什么时候嫌弃过你？大8岁，狗都不谈。我悠悠地吐出这句话。沈清科错愕，你怎么知道？那天魏庸忘记挂语音了，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我错了，其实我那句话是为了讽刺魏庸，我看不惯他有女朋友，还给学妹送皮肤的行为，真的不是针对你。我知道，都过去了。起先因为那句话，我对沈清科的印象就是散漫自大，接近他的确有玩玩就甩的意思。可深入接触后，我发现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他值得被人真心对待。姐姐，沈清科突然掏出钻戒，单膝下跪，和我结婚好不好？我冷静地问。你想好了吗？我大你8岁，又是2婚，早就想好了，这都不是问题。他亲吻我的手背。宋思义，请让我一直爱你。今天夕阳很美，像是他拦我车的那天。我扬起笑容说好。全文完。